哎呦，我的亲妹妹呀，你这怎么挑了这么个地方？好吃啊！来了。哎，谢谢老板。慢用。尝尝尝尝。哎，汤来了。谢谢老板。谢谢。来一杯。食材也蛮新鲜的，是不是？这量大，每天那么多客人呢，东西当然新鲜了。但是你不觉得有点挤吗？挤是挤了点，但是因为价廉物美啊，这一份饭5块钱，还送个汤，能不排长队吗？你是神仙日子待腻了，想尝一尝人间的烟火是不是？你说这一家小店，一天的流水毛利率是多少？你跟你清华老公待着，脑子是不是坏掉了？吃个饭还要做题啊？算了算了。5块钱一份，一天大概200人，就1000块，50%的毛利率，赚的不错的。这种店在美国就开不下去，为什么？人少啊。说白了，这就是吃透了我们中国人口的红利。你想想，我们这手机，要是在市场上也吃透了中国人口的红利，那会怎么样？黄灵溪，你这是鸿门宴呀，而且还是个苍蝇馆子的鸿门宴。你无非就是想说，把手机能卖到像5块钱一盒的盒饭一样的，人手一部，对不对？你就说你认不认吧，我这个道理。我认呀，但是你们那个 CEO 他不认呀，自己都跑去做互联网去了。不过，你的这个点子很好，表扬一下，真的。金总，张总到了。哦，等一下，我再打两个。海潮，听说您做过心脏搭桥，怎么还敢做这种剧烈运动？嗨，这都是以前在日本养成的习惯，不打2下去难受，啊，这可是一个能够给人以灵感的运动。听说村上春树就是因为挨了一记棒球以后才开始写小说的，那都是胡扯。坐吧，喝水，谢谢，坐吧。海潮，你来找我，我很惊讶。您是中国半导体领域为数不多的几个投资人，我是中国半导体设计领域未来的希望，我们能见面，不足为奇。可你是 CTO 啊，找我要钱的应该是 CEO。作为 CTO， 我才能让您更好地了解我们领通的技术优势。也可能是你和李东升之间出现了什么问题吧。一个是想做互联网，另一个想做芯片。消息传得可真快，行业里边没有秘密。海潮，如果有一天你和你太太之间因为公司的发展方向上产生了分歧，你会怎么办？我跟我太太之间不会有分歧。假设一下，那我会好好的跟她讲道理。如果道理讲不通呢？我太太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爱情落在你头上，她就是再胡搅蛮缠，你也是看不见的。秦总说笑了，但是您这个问题，我现在真回答不了。如果是厉东升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把他踢出去。张海潮，要是你想完成自己的理想，你需要话语权、掌控权，需要确保事情能够朝着你想要的方向发展。如果连你都把控不了，什么理想都实现不了的话，投资人是不会把资金给一个没有权利的创业者。难道一起创业的兄弟
和一起生活的夫妻，就一定要为了权力而反目吗？不一定。要是能够很好的合作的话，那是最好的。但是你现在和厉东升之间已经产生了分歧，既然产生了，就需要决出一个胜利者，而不是你跑出来融资。于总总，您约好的聚会时间到了。哦，对不起，我差点忘了，我还有点事儿。行吧，你回去再好好想一想，我们再讨论。好，谢谢秦总。不行。海潮的第一次融资铩羽而归。作为一个跑过马拉松、正在陪老公创业的女人，我想说，创业比马拉松难。马拉松是一个个体行为，只要能说服自己，咬紧牙关坚持住，就能跑下来。而创业是一个集体行为，需要一起联合投资人、团队，甚至家庭，一起跑过42公里。而你还要具备笼络人心和说服投资人的本事。彼时的海潮哪个本事也没有，只是个技术精湛的工程师，而黎东升却是最会蛊惑人心的。这张报表是这3个月以来我们的流量变化，你们可以发现，每一个月都要比上一个月的流量趋势要增长了3倍。我做了一个调查，我们的客户平均收入都在10万到20万人民币，也就是说中高收入人群。这些人中的20%已经取消了对其他金融刊物的订阅，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他们最重要，甚至说是唯一的金融资讯来源，而且这些数字还在持续增长。东升，我手上的资料告诉我，现在有3个同类型的公司在跟你竞争哦，而且他们的增长速度比你还要快。那是因为他们体量太小了，从1到2就是100%的变化，到1万呢，一定会遇到瓶颈。那你怎么说服我们相信你一定是最后的赢家啊？这个问题问得好，因为我有一个超强的团队，我的团队可以通过公式以及程序帮客户分析出最好的金融信息。谁啊？你们呀，各位，对你们来说不就是小试牛刀吗？另外，我现在手上有一款完全知识产权的金融交易程序，每天都会有软件推荐给客户各种投资标的，但是目前是免费的。一来是可以吸引关注的，二来是可以在市场上免费进行测试，直到它变得完善、变得完美，我们就可以收费了。东升，我有个想法啊，你刚才提到的，你的主要客户都是中高收入的，那能不能针对一部分用户提高服务呢？比如说，1对1啊，点对点啊，我觉得这样是很有吸引力的。我不懂啊，我乱说了。如果之后在未来向这群人提供那种精准的、有差异的这种个性化的广告，可以加速变现。这是个好主意，但是我们现在的广告收入已经非常高了，甚至可以说是100%的增长。我们直接看这张图，这是传统金融报纸和我们的比对，你们可以看一看未来的趋势。各位还看不懂吗？多久了？快1个小时了，我看大家热血沸腾。我这边融资还没有结束，你倒是直接把互联网开到公司里来了。哎呀，肖太太看到网上被告很着急，我当然要和大家解释一下了。那大家很爱听，我越说越起劲儿，没办法。我们之间有过约定，我要是融资成功，你就取消互联网。哦，你成功了吗？你这是把投机取巧发挥到了极致，还让人心涣散了。人心啊，人心太难了，我掌控不了。现在互联网聚钱又聚气，芯片没这个能力，也不是我的错。东升，我实在听不下去了。你不要忘了海潮是怎么对你的，当初在硅谷你就是这样，自以为是，带着大家搞什么金融，搞什么对冲，以为可以通过2级市场的运作来搞定芯片企业，你做到了吗？现在也是，放着高智商的游戏你不做，
非要做那些大家都可以做到的事情，这有意义吗？也不讲情义吧？啊，你给我讲情义啊！我告诉你，就是因为我讲情义，你们芯片部门的资金才能源源不断。那些博士们想干什么，我真的控制不了。说的没错。潘老师，今天的事儿就您说吧。别让我说了，我说也不管什么意思。是吧，潘老师？您说合适啊，您说合适。好了，大伙儿就别再难为咱们潘老师了。一会儿秦一东来了，我说，哎，咱们都是老同学了，不像这面子能不给我啊？行，哦，哎，不好意思啊，哎，来了，小弟过来了，你们两个也过来了。哎呦，潘老师，你好。哎，哎，快坐。啊，您坐，您坐。都坐。哎呀，潘老师啊，您最近身体挺好的吧？啊，挺好的。潘老师身体挺好的，可是他老伴儿啊，最近有病住院了。啊？不是什么病啊？我怎么没听说啊？哼，你个大忙人，你到哪儿听说去？于东啊，这些老同学有些你都不认识了吧？不是，他们我都认识，就这二位，变化有点大啊。那我给你介绍。啊，好，老张。张国权，过去在班里坐你后边那个，现在儿子准备结婚，正张罗着买房子呢。国权啊，于东总，别这么叫宇东就行了，好吧？哎呦，变化真的够大的啊！这个李新华，过去咱们班里啊最淘的那个，而且为你啊还打过架。不是你现在怎么这么瘦了？肝不好啊，能活到现在就不错了。哦。你好，坐。于东啊，哎，今儿我就不藏着掖着了，有什么话我可就直说了啊，是吧？你就说嘛。半年前，潘老师亲自给你打了个电话，希望能帮我们这些同学多要些份额。可是你呢，没给潘老师这个面子呀，这事儿你做的有点不地道吧？不是老鲁啊，你这叫什么话？你说这叫什么话呀？那时候你但凡要帮点忙，是不是？现在可就翻了5倍啊！5倍啊，什么概念啊？10万可就是50万，20万就是100万呐。我们这一辈子急需，它翻了5倍，那我们今后的生活那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不是啊？是。投资是有风险的，你们不是专业的，输不起。什么叫输不起啊？那不是稳赢的事儿吗？啊？哦，怎么？不是专业就不能赚钱了？你这是哪门道理？那时候你但凡松点口，潘老师至于拿出所有积蓄给他老伴治病吗？他至于？儿子因为买不起房子，到手的儿媳妇跑了。没事。行了，潘老师，你跟他就不用客气了。今儿我不管，你呀让远航啊再多放点份额给我们，有多少放多少。这一轮啊，远航的估值也太高了，我自己都不投。那是因为你赚够了，你吃香的喝辣的你就吃腻了。我们不一样啊，我们可都是棺材本钱，是不是啊？棺材本更不行了，为什么呀？会出大事儿。出什么大事儿啊？老陆，别说。行，你别说话。怎么？你不治肝了？要真出大事儿，你这老狐狸你早跑了。我们呀已经投了不少，我们就想再多投点，对不对？对。你们都投了？是啊，投了，都投了。现在啊，股市越升越高了。潘老师还有我们这些老同学，我们着急呀。听说以后啊上市
能翻10倍、20倍的。老鲁，算了算了，咱们少说2句吧。哎呀，大家都别着急，听于董总说吧。对不起，庞老师，咱都是同学啊。你们有难处，我知道了。以后有用得着我于东的时候，尽管开口，我一定给大家办得妥妥当当的。但是唯独这件事儿，我真的帮不了大家。你这是什么话？对不起，我公司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哎，不是，哎，于东，于东，这我是什么事儿？你让我走了？你别走啊！哦，对了，单我已经买了，大家慢慢吃。安老师，哎，你这还吃什么吃？广告一发，这么多人进来了。说到底啊，还是太贪，总想着一步登天。为什么要做这个广告？为什么要让老百姓来集资？普通人的发财梦，我们也得兼顾，这算是回馈社会了。可是你什么都没有啊！师兄，您这话就说的不对了。您看啊，今天没有量产，不代表明天不会量产，对不对？哎，我现在给他们一个发家致富的梦境，他们也感谢我。梦碎了怎么办？也得感谢你吗？至少总比一辈子没做过要好吧。哎呀，这是投资，投资有风险，谁都知道。他们入局就要承担风险。再说又不是我们忽悠他们来的，是他们非他不可的。正是因为有你的背书，估值都炒到了天文数字。我这是为了国家，为了长江的产业基金。现在有人接盘，基金就是盈利的，有了盈利，其他资本才会来，来了以后我们才能有发展。是，现在的领域芯片还没有量产，但是一旦有了庞大的资本，我们可以请最好的科学家、工程师，甚至可以买现成的芯片啊！大家都对长江的未来有信心。不是长江跟老百姓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忽悠他们？师兄，您别，他们那可都是血汗钱。您别激动，您听我跟您说啊，就那些人，每天看炒股书籍，上财富论坛，哎，他们觉得明天就会有奇迹，会有吗？啊，财富永远是掌握在像我们这样人的手里，我们用智慧、用合理的方式去从他们手上拿钱，有什么问题啊？一辈子的财富又怎么了？就算我们不拿，有其他人拿呀。不怕我揭发你们？您会揭发我们吗？你觉得呢？钱总，我们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师兄啊，现在是华源智新 IPO 的重要时刻，我相信您现在不会在这个时候做出不利于长江的事情吧？你们以为捆绑了所有人，这条船就不会沉是吗？我们捆绑的是资本，不是疯子，资本是逐利的，他们绝对不会在这个时刻走穿自己的船。再说了，现在手脚是被捆着的呀。哟，师兄，我给你拿瓶水啊！拿瓶水。我知道你心脏不好，做过手术，来。没事吧，师兄？我知道，海超，这个波形分析以及梳理我做过了，新的 bug。行，就按这个改吧，改好了给我就行。好的。
别说他们，其实刚开始我也觉得东升要做互联网公司这个点子不错，能解燃眉之急。我没有要怪大家的意思，我只是在想，怎么能让人心所向，重新爱上做芯片。搞得你跟没人似的。没办法，得画饼啊，得让大家重燃激情啊。我去，忙你的。后来我才知道，最好的企业家都是最好的精神领袖，也是最好的蛊惑者。把我们都叫过来，是不是想说我们最近不太上心啊？啊？还不够上心吗？啊，昨天我跟杰森干到几点？哎，对，昨天晚上你也在的，咱们给东升那个网站。对不起啊，我先跟大家道个歉。来领通1年了，我都没有带大家好好的出去看一看，一起去旅游一下。其实祖国的大好河山呀，我们真的应该一起去逛一逛。我是在北京上的大学，在座的诸位应该有很多也是北京上的大学，对吧？啊，所以应该对北京有很深厚的感情。我们这些理工男呀，真的应该好好的逛一逛北京的这些个景点。大学的时候都在学习，女朋友都没有逛。我也没有女朋友啊，但是我还是一个人去了很多的景点。当然了，我最喜欢的还是长城，慕田峪啊，八达岭啊，司马台啊。我跟你们说啊，春天的时候啊，长城以南那真是开满了杏花，可美了。长城以北啊，还是连绵的荒芜。有一次我为了测试我们的导航系统啊，去到了山海关，我们长城的尽头，哇，真的是云烟中的大海啊。当时啊，我就站在那个地方，就在想，我们的古人真的是了不起。蛰伏万里的烽火台啊，就是为了在战火狼烟的时候，能够在第一时间传递信息。当然了，后来呀，时代不同了，我们又有了电报啊、电话。我估计10几年前的人们也没想到，他们可以拿着2个小小的盒子，能够相隔万里，无线通话。想想看，如果这些事情是由我们这些人来完成的，那该多么骄傲呀，对吧？想想看，我们这些千千万万的前辈们，他们前赴后继，用热血铸就的万里通讯，是由我们37个人的团队来完成。那我们就可以跟我们的孩子们吹牛了，说你看，这一片土地上，现在这个时候把万里长城缩短成一串数字的人，那是你爸爸呀，那该多么的美好啊，对吧？现在这个机会来了，落在了我们的身上。说实话，我真不觉得是因为我们优秀，而是因为我们正好撞上了这个时代，是时代选择了我们，我们不应该辜负。I read the report, and a major part of your expenditures for the chip division. Last time,
You told us that you would eliminate this division, and yet all you've done is cut its budget. Is this division to exist in the long run? I've already suggested he cut it, but General Manager Lee insisted on keeping it in. Well, I'd like to raise 2 examples. First, everyone knows that Nintendo is the leader of game industry, but they don't know that their original product was cars. Even today, they keep producing cars. Second, Lamborghini racing cars is very famous, but actually, they are made tractors. Like Nintendo, they are still making tractors. Today, the internet is our bread and butter, but our company started with chips, so we won't give up. Well then, we'll have much more stringent requirements for the speed of your development. 别着凉了。今天你把大家鼓舞得那么热血沸腾了，哎，我想干脆我们就在长城上办一个发布仪式，怎么样？想到一块儿去了。真的啊？那我们就找一个交响乐队，在长城上演奏《黄河》，怎么样？哎，你最近是不是跟薛阿土走得很近啊？他那些招有时候真挺管用的。他一定得请。不光他得请，跟他一起泡澡那群人全都得请。看来你很清楚他的那套澡堂哲学呀。哎，薛阿土3板斧嘛。不管怎么样，舆论造势还是得有的。礼乐的那些强项，我们也应该学一学。反正我们又不忽悠老百姓，我们就忽悠那些资本大鳄总行吧？也谈不上是忽悠，我就想让他们把钱用在有用的地方。谁呀？您准备要投我们？对。那你有什么额外要求吗？最好能赶走李东升。这个我恐怕做不到，但是我可以让他听我的。那这比赶走他更难。技术为导向的公司里啊，有时候 CTO 比 CEO 更重要。你和布莱恩 TF 就很说明这个道理。失去你以后，他经过了一段很艰难的日子。所以，好的 CTO 啊，是可以改变科技公司的命运的。你就是这样一个人才。既然我是这样一个人才，你为何还很犹豫呢？你呀，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样，做事心不够狠。一个企业家做事如果心不够狠的话，他是走不远的。我最近看到你和李东升之间因为互联网还是半导体争来争去，我觉得可笑。如果说我有你这样的技术，是绝不会让别人做 CEO 来约束我、拿捏我的。可是我只想潜心研究技术，结果呢？你会花费更多的时间来跟所谓的兄弟交流，对吗？他比我更适合当 CEO。哎呀，你真是够固执的。没事儿，请走。这个事情可以等到我们的芯片在长城做完测试之后，我们再讨论。好吧，你要做测试，我可以找到中国最顶尖的专家组，
跟你进行测试，我会找到所有的媒体跟你进行宣传。您是还有什么其他想法吗？中国的通信芯片企业应该补片就弊。您是想要，如果这个毒瘤不去干净，你是没有明天的。那可是要引起轩然大波的。我仔细考虑过了，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华源之心马上就要 IPO 了，资本市场非常乐观，再加上你的长城测试，如果能成功的话，我们就拥有了一家通讯芯片企业。就算之前那家失败了，我们也可以留下一点希望的火种，这总比他们继续瞎胡闹要好。这大师兄最近挺有意思的，照顾完我们两个，又去找海潮了。看这样子是要掀桌子了。可能他觉得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再不掀啊，没机会了。他怎么都没有机会了，我们又不是没有准备。嘟嘟嘟嘟飞，嘟嘟嘟嘟飞，嘟嘟嘟嘟飞。哎，笑了笑了。你女儿就是爱笑。哎呀，真是遗憾，我怎么不能陪你去呢？我还想留下来陪小宝贝儿呢。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小宝贝儿这么可爱，我怎么舍得你呢？太可爱了。我听说东升还在忙融资的事情，他去不去啊？海潮，不要等了，上车吧。是我，我实名举报过远航科技，有证据我会拿给你们看的。好的。是秦东吗？是啊。现在就远航的一些问题，需要你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你弄错了吧？喂，林夕，快帮个忙，东哥出事儿了！什么？妹妹，拜托呀，你快一点啊！好啦，我也真是没想到，怎么会这样呢？啊，远航做假芯片被抓起来了，居然是揭发他们的秦总。有些利益群体是碰不得的。可是他们做假芯片，那也是实实在在有证据的呀。有什么证据啊？现在东哥手上唯一的证据就是订单来自于李月老婆的妹夫。你话说回来了，李月老婆的妹夫不能买芯片，不能下订单了。
不是说了吗？是李月购买了摩托公司的通讯芯片，把上面的字给磨掉了。怎么证明呢？你除非抓到那个人，而且那个人他承认。反正我已经找好律师了，不管怎么样，先把秦总保出来再说。我也打了几个电话，找了一些朋友，希望能够帮得上忙。这是2个利益群体之间的争斗，希望背后的人愿意出面保东哥。刘总，怎么样？已经都沟通过了，他们都是宇航科技的投资方，对于宇东的动机非常不满，但是对于李月扛住压力是支持的。华源智新现在面临了 IPO 的问题，宇东是绝对不能出事的，一定力求保他出来的。谢谢啊，谢谢。没想到你这么记恩啊！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只有东哥肯借钱给我。刘总，我们的 IPO 被暂停了。秦总，没事吧？林夕啊，你也过来了。高处长，什么情况啊？最近这几天只能待在自己家里了，随时配合调查，并且要求秦总回避与远航有关的一切事务。投资还投资出牢饭来了。阿土哥，要不我们先走吧？秦总，一会儿欧阳总会过来。哦，欧阳过来干嘛？哦，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喂，华源智新的 IPO 被停止了啊？为什么？被起诉了，因为侵犯专利。怎么会是这样呢？我也不清楚正准备开会呢。好吧，我马上过来。开始吧。海潮，快过来看！可以跟他们聊一下啊。东升来了！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们。当然，这么出风头的事儿怎么能没我呢？董事长，你去烽火台接通电话，我负责测试。喂。晶片代工厂，全世界也没有几家。如果我们做出来了，你觉得人家的生意会不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在初期的阶段，一定要把我们弄死啊！那这个专利官司啊，你觉得你打赢吗？100%的打赢，确实没把握。涉及的部门实在是太多了，一定会有很多
专利抢的问题，对手就是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才对我们这么做嘛。华源智新说好了今年上市，他怎么就被告了呢？你到底行不行？不行可以换人。什么？那我来问问你，在他到来之前，有谁在国内建成过8英寸的生产线？有吗？可是他不能让股东退出，又不能让投资人赚钱，那我们在这干嘛？学雷锋啊！要都这样，以后也不碰半导体。踩雷有可能踩出一条血路来，但是不踩，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世界面前，我们只能是被动挨打，吃别人的剩饭。我秦玉东从日本回来的时候，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做芯片，做中国芯片。那故乡的风和故乡的雨为我抚